札幌是座很特别的城市，气候严寒，雪季漫长，却只用了短短150年的时间，从一片荒芜发展成机能与文化并存的现代都市。走访石祭台与旧本町社，见证城市的起点，再转入夜色之中，从博野的繁华一窥札幌市民的生活轨迹。旅程每一处都串联着札幌的过去与现在。大家早安，欢迎回到最旅宿。今天的影片怎么不是山边呢？那大家应该有在上一支札幌住宿开箱影片看过我了，没错，我就是咪边。那大家看到我身后的钟楼，应该就知道我们在哪里了吧？我们就是在札幌。这次会由我来带大家走札幌市区2天1夜的行程，帮大家整理了札幌市区必访的行程重点，还有交通攻略，记得要看到最后哦。基本上我们这次会到达的景点都是利用地下铁或是路面电车就可以抵达的。那地下铁总共有3条线，分为南北线、东风线、东西线。那3条线会一起在大通这个地方交汇。地下铁都是可以使用交通 IC 卡的，那还有贩售1日票。找到地铁站的自动售票机，点选画面上的1日乘车券，选择大人或小孩的人数，最后投入现金就购买完成啦。那除了地下铁之外，札幌的路面电车，也就是札幌市电，也是非常方便移动的，分为内环还有外环，而且大概7到8分钟就有一班，所以是非常的方便的哦。废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进行我们的第一个景点——札幌钟楼喽。那虽然札幌钟楼是被评为令人失望的3大日本景点，但我自己觉得作为了解日本的历史，北海道的历史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好，那我们现在就走吧。其实札幌石祭台它的前身是札幌农学校的演武场。明治维新之后，政府其实以札幌为中心，很积极的开拓整个北海道。在札幌这边就有设置札幌农学校，来培育开拓相关的人才。然后那时候其实也有从美国雇佣大量的顾问或者是相关的建设人才，所以才会看到这个钟楼，它是这种西式的，然后有美国色彩的建筑。在高楼林立的札幌市中心，这座矮小的木造建筑格外醒目。这里原本只是札幌农学校的集会空间，直到1881年安装了来自美国波士顿的时钟，才真正成为钟楼，也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钟塔建筑。这里曾遭受大火的破坏，当时木造建筑几乎被焚毁，所幸钟楼机械和清脆钟声被保留了下来，经过多次修复与维护，才成为今天的札幌石祭台。那我觉得札幌石祭台其实还是一个可以来的景点啦。1楼主要是展示札幌石祭台的历史，那2楼它重现了当年演武场的整个空间。我觉得整体大概花个30分钟其实就够了。那如果你是想要拍一些札幌石祭台外观漂亮的照片的话，你也可以到对面的2楼哦。那我们就前往下一个景点吧。那我们从刚刚札幌石祭台走路大概10分钟就可以抵达，同样也是北海道札幌非常重要的历史景点——北海道旧本町社。它最大的特色就是这个红砖建筑，然后还有这个很开阔、很漂亮的庭园，尤其是冬天下雪的时候，真的非常漂亮。那明治维新的时候，其实可以说是以这个旧本町社为中心来建设整个札幌的，所以你只要打开 Google Map， 你可以发现札幌整个街道是呈现方方正正的棋盘式建筑。那其实就是因为当初就是以这个町社为中心，然后刻意去建造出札幌这样的一座城市。所以我觉得像刚刚的石祭台，还有这个札幌旧本町社，其实算是见证了札幌现代化的整个过程。那还有一点就是，这个旧本町社其实在去年7月才重新整修完，对外开放，所以我觉得是非常值得一访的。那我们刚刚有先进去看过了，那1楼它是可以免费参观的，里面有餐厅还有纪念品店。那2楼的话，其实要再另外付300元的门票才可以上去参观。那我觉得在外面这样子拍拍照，其实也非常棒。那我们现在要从刚刚的旧本町社前往大通公园跟札幌电视塔，但因为上面真的是太冷了，所以我们打算走下面的地下道。我们现在去大通的方向，人来人往札幌人都走地下道，上面都没什么人，太冷了。好，那走在这个地下道步行空间，其实可以看到它左右2侧其实会有一些展览哦，像现在有一个北方领土惊喜写真展。
如果像今天这样子天气很好的话，其实也非常推荐大家走上来地面上，从大通公园一路散步到电视塔，其实是非常的悠闲惬意的。背后这个现在就是大通公园，可以看到它现在有一些工程在进行，那是因为2月的时候就是非常有名的札幌雪季。从大通公园再一路走到底，就会看到，哒啦，这就是札幌电视塔啦。花点时间在这里散散步，享受札幌的暖阳，接着来去吃午餐。那我们现在来到札幌人的厨房2条市场啦。那2条市场呢，它从地下铁的丰水博野站或者是大通站出来都可以。那来到北海道，当然就是要吃新鲜的海产啦。我们就来看看2条市场有哪些好东西吧。现在是假日，所以人超多的。看起来超好吃的我超爱吃海鲜，好多干货。然后我们现在发现这间Nagamori，它里面好像都是日本人，然后它是塔贝ログ的名店，所以我们想要来吃看看。咖喱。现在进来店里面啦，虽然它看起来是间很 local 的店，但其实它是有英文菜单的。你看，然后上面的图片标示，其实我觉得也都蛮完整、蛮清楚的。终于得到我们的海鲜冻，这个牡丹虾超级大只，然后海胆跟鲑鱼卵都给的超级大方。那我现在要来吃看看海胆了，超级浓郁又绵密的，好好吃，完全没有任何的腥味或苦味。接下来是我最期待的牡丹虾，超级鲜甜，超级新鲜哎！它的这个银屑是现点现烤的，所以其实等了有一段时间，但可以看到它在现场烤。然后我们周围几乎都是札幌本地的居民，也是有一些观光客啊，但我们刚刚其实没有等很久就进来了。它的调味其实蛮单纯，就是盐巴加上这个萝卜泥，我觉得其实综合的蛮好的。然后它的油脂因为是用现烤的，所以真的超级香。然后这个是螃蟹味噌汤，超大一块，现在喝个汤。我觉得这个蟹汤一定要点，它的蟹整个融入在它的汤汁里面，超级鲜甜。那我们吃完海鲜冻啦，那我自己觉得这家Nagamori算是非常的新鲜，价格也很合理，而且它的店内其实有蛮多当地居民在吃的。但我觉得2条市场的海鲜应该基本上都算蛮新鲜的，所以如果不想要等太久的话，或是想要吃一些比较道地的当地人才会吃的小店，那我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家Nagamori。那唯一的缺点是它的店内比较狭窄，所以可能活动会蛮不方便的。但是我觉得这样也是蛮有氛围的啦，所以还是很推荐大家可以来吃吃看哦。好，那接下来要去一个我自己非常期待的景点，那我们就走吧。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到了走访神社，它搭乘地下铁到北13条东出站，大概走路1到2分钟就可以抵达了。这也真的是我非常期待的景点。那讲到札幌的神社，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可能都是北海道神宫，但是呢，其实距离市区不远的地方，也有走访神社这样子一个超级漂亮、超级可爱的神社。那今天就带大家来看看吧。走访神社主要是祈求良缘还有安产的神社。然后呢，它最有名的就是这个银猴长尾山雀，你看全部都是银猴长尾山雀，还有这个木头的雪之妖精。那它还有一个很有名的就是花手水，你看它上面是5颜6色的鲜花，那它根据每个季节都会摆上不同的鲜花来装饰，然后旁边有这些很漂亮的纸伞，整个就是很可爱很缤纷。我们现在就先去参拜，参拜完之后我们去求他们最特别的玉手还有玉珠印。你看那个石头好酷哦，他说可以在心中许愿，然后拿起这颗石头，那我就来拿看看这颗石头，蛮重，它很重，它超重的。好，希望我的愿望都会实现。
那其实他们这里很有名的还有各种限定的玉珠印跟玉手，然后在 SNS 上面也非常有人气。你看现在排了这么的多人，我个人最想要的当然就是这个银喉长尾山雀玉手，冬天限定的，它是有点立体的木头的银喉长尾山雀，而且还有2只哎，好可爱哟。然后这一款它是在暗的地方会发光的银喉长尾山雀玉手，我们再回去看看，你看有看出来吗？它会发光哎！哇，你看这个，这是欧西卡兹的玉手，就是我们追星人必备的玉手啦。我觉得现在很多神社都很厉害，他们看准了这个追星的商机。但我觉得它这个完全可以买，它其实真的很漂亮，很精致。然后呢，它还有很多种款式，很精致的玉珠印，有季节限定的，它也有这种你看3丽鸥的。好可爱哦！然后这是马年限定的，然后这个是现在冬天，它是一个雪人在滑雪，刺绣的耶，好可爱。哒，我们买好玉珠印啦，我最后选的这个是冬天限定的花手水玉珠印，它是用纸雕的，还有附一个资料夹。好，那我们的走访神社就参拜完毕啦，我们等一下要去看札幌的夜景啦。好，那我们现在就先回到大通站，然后再搭路面电车到早岩山缆车。我们现在搭路面电车到了 Loveway 入口站，下车之后，我们可以走一小段距离，就有免费接驳巴士可以搭了。我觉得还好有搭接驳车，因为它是上坡路，如果用走的，应该会有一点点辛苦。来到札幌，晚上当然就是要看夜景啦。我们现在在缆车山路站，那如果你不搭免费的接驳巴士的话，你也可以用走路的，但是可能要走个10分钟，而且是上坡路，可能会有一点辛苦哦。那要特别注意的是，如果是平日的话，要等到晚上的5点15分以后才有接驳巴士可以搭哦。大家如果要来的话，可以多留意一下哦。到山顶展望台需要2段式搭乘，先到中富站，再到山顶站，每段距离都在5分钟以内。遇到热门时段就会需要排队等候。那我们现在要从山路站搭到中富站。The many buildings viewable at the foot of the mountain are in the Udoi and Susukino districts. This is the downtown area of Sapporo City. 从刚刚的山路站到中富站是要搭乘我们比较常见的那种空中缆车。现在呢，我们要从中富站到山顶站，然后搭乘的是像这种迷你缆车，超级可爱的。眼前展开的是整个札幌市区，万家灯火如同铺满大地的星河，使这里成为日本新3大夜景。许多情侣在此留下甜蜜回忆，敲响象征幸福的幸福之钟。早岩山夜景也因此成为札幌最浪漫、最受欢迎的景点之一。看完外面的夜景，因为实在是太冷了，我们赶快进来。下来这边有贩卖纪念品的地方，然后这边有卖一些早岩山限定的纪念品。我发现一个很酷的东西，但我觉得这应该白色恋人店也有卖。这是白色恋人的毯子、枕头，而且打开看一下，它这是它饼干的颜色，好好笑哦。Morris， 它叫做 Morris， 它是一只北海道松鼠。今天看完早岩山夜景之后，我自己其实非常喜欢，而且我觉得是完全不会输给函馆夜景的。因为札幌市区的范围可能比较大，它的景也离得比较近，所以我觉得整体的视野是很开阔的。不愧是日本新3大夜景。好，那我们现在看完夜景，肚子好饿，我们就准备回到博野去吃晚餐啦。
博野是札幌最繁华的闹区，而博野 Susukino 这个名字，据说源自于这一带过去曾经是一片长满芒草的原野。随着北海道开拓事业展开，人口逐渐聚集，也逐渐发展成北海道最大的娱乐区。这里有许多营业到深夜的餐厅，晚餐就来到知名的元祖札幌拉面横丁。在这条小小的通道里，竟然隐藏着多达20家的拉面店。冬天的夜晚，来上一碗道地的札幌味噌拉面，真的让人感到无比幸福。那对我来说，在札幌的夜晚有一件一定要做的事情，那就是吃夜间圣代。札幌这边很特别的是，大家聚餐完之后会以圣代来收尾，所以博野这一带有很多咖啡厅都营业到凌晨。那我们要吃的这间店就藏在这栋大楼里面，我们就进去看看吧。那我们进来 Cafeteria Paru 了。今天是周日晚上，大概8点左右，我们排了大概20分钟。那虽然它的店面看起来小小的，但因为翻桌率算是蛮高的，所以其实不用真的排那么久。然后这间店最讲究的就是一定使用当季的水果，所以呢，每个季节来都会看到不一样的品相哦。那我们这次点了这2个圣代，这个是马年限定的，然后他说上面是巧克力，然后中间竟然有用了马最喜欢吃的胡萝卜的蛋糕。那另外这个是草莓的各种莓果，然后上层是马铃糖。那我现在就要来吃看看这个马年圣代了，好可爱哦，舍不得把它吃掉。然后它圣代正确的吃法是，你要把这个长长的汤匙直接从上面这样子一口挖到底，感觉会塌陷了，没办法。吃得出来有超级多种味道在里面，我觉得它应该有超过15层以上的材料，但是呢，它所有味道的起承转合都综合得非常好，全部都是有被计算过的。上面有鲜奶油，然后下层有那种比较酥脆的千层的感觉嘛，然后中间有胡萝卜蛋糕，各种口感跟味道综合在一起，但完全不会冲突。它的毛有一点亮亮的金粉，它是很好吃的巧克力。然后重点是，我觉得整体不会太甜，这就是至高无上的称赞。我觉得很好吃耶，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吃完一个。然后它的圣代的价格落在2000到3000日币之间，虽然感觉有一点贵，但是你看它有这么多层的材料，我觉得制作的费工程度，其实这个价格也算是蛮合理的。那我现在就要来吃这个看起来超级丰盛的草莓圣代了，有点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我觉得这也很好吃，多了草莓的酸味，然后你可以吃得出来草莓是非常新鲜的。这个圣代其实它名字叫做浮浮躁躁的草莓一般的心情，所以吃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它有一点酸酸甜甜的滋味，很好吃耶，推荐。大家早安，今天是第2天。昨天我们有去了走访神社，那今天当然就是要来北海道神宫啦。那我们是搭乘地下铁东西线，在圆山公园站下车，出来之后步行一段距离，会先经过圆山公园，再往里面走就会到北海道神宫。好多小孩在滑雪哦，看起来好好玩。下雪了。然后虽然圆山公园站距离大通只有3个站，但和大通市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整个都是树木，被树木包围，然后像冬天下雪，一整片银白的，超级漂亮的。然后会看到很多人来这边遛狗，带小孩来玩。早上像这样来这边散步，我觉得超级棒的。前面就可以看到北海道神宫的鸟居了。从圆山公园慢慢走到北海道神宫，银白的雪花覆盖整个街道和两旁的树枝，细雪在空中飞舞，感觉所有烦恼都被雪花带走了。
们现在已经进来了北海道神宫的正殿了。北海道神宫创建于1869年，当时刚好是明治政府全面开垦北海道的时候，所以呢，这里祭祀的就是开拓三神。那在1964年的时候，又增祀了明治天皇，因此这里就从原本的札幌神社升格为北海道神宫。所以呢，你在那边可以看到象征日本皇室的菊花纹。那很多人会来这里祈求事业运、工作运。神宫茶屋就位在北海道神宫境内，参拜结束或散步休息时，可以到这里喝杯茶、吃个甜点，也可以在这里买到北海道限定伴手礼哦。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试吃看看神宫茶屋的双麒麟，还有这个很有名的福饼。那先从双麒麟开始，很浓郁，很好吃哎。它好像是札幌农学校同一间公司的。那我之前也吃过札幌农学校，我觉得它比札幌农学校再稍微甜一点点，但是完全是顺口可以吃得了一整只的。好，那我们现在来吃看看这个福饼。好脆哦。福饼其实就是压扁的麻薯，然后它外面很脆，烤得非常脆，一咬下去那个糯米香就在嘴巴里面整个散开。然后里面的红豆馅不会太甜，我觉得很好吃，很适合台湾人吃。它里面是有座位的，只是因为人现在有点多，而且我们刚刚排队大概排了半个小时有吧，所以我们现在就坐在外面这边，一边看着雪景，一边吃福饼。好，那以上就是北海道神宫。那我自己觉得北海道神宫加上周围的圆山公园这样走走逛逛，大概抓1.5到2个小时差不多。我非常喜欢北海道神宫的氛围，因为它虽然距离大通只有3站，但是跟市区是完全不一样的氛围跟感受。走在这里就会觉得很疗愈、很平静。那现在我们也肚子饿了，准备去吃午餐吧。说到札幌必吃的东西，那当然就是汤咖喱了。在札幌有很多家汤咖喱名店，像是嘎拉克、天麻、萨姆莱。那大家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吃的口味，基本上我觉得应该都不会太雷啦。那我们今天选的这家是塔贝洛库上面很有人气的名店，希望不要等太久。走。我现在还要等9组，大概要等45分钟。抽号码牌的话你就按发券。然后人数这边是大人，如果2位的话就选2，然后小孩，下一页2个人，然后你就按发券就可以了。那这家店是用 QR code 点餐，菜单有中文的，所以不用担心语言的问题。那其实汤咖喱它就是起源于札幌，那大家也知道，因为札幌非常的冷，所以当初为了滋补身体，然后御寒，那时候就以药膳咖喱的概念，才出现了汤咖喱这样的东西。它总共有10个辣度可以选择，有完全不辣的甜的口味，还有从小辣到最大辣。那我这次点的是最小辣的，因为我其实不太吃辣。它的蔬菜真的给的非常的丰富，茄子啊，然后好像还有一个五菇吧，蛮特别的。那这个带皮的马铃薯，它用竹签插着，我觉得吃起来非常的湿润，完全不会干。它的汤咖喱完全融入了它的蔬菜里面。我们来吃猪肉，哇，它超大一块的，然后外面有一点烤过的痕迹，超级软，超好吃。它里面有一点点肥肉。但我觉得比例不会太多，所以整个吃起来不会到太腻。好，那我现在想要吃鸡肉看看，外面有炙烤的痕迹。这个鸡肉我可以吃100个。我一靠近它，我就闻到那个炙烤的味道嘞，超级香。然后咬下去真的超级嫩，它的肉好弹牙。然后饭的话，我这次有加点，上面有起司，旁边还有附一个柠檬。cheese 的奶味，还有汤咖喱一点点酸酸辣辣的味道，跟这个汤汁融合在一起，非常的完美平衡。那这间斯拉给，我觉得虽然它名气没有像嘎拉克或者萨姆莱这么的高，但它在塔贝洛库上面的评分其实是非常高的。包括我们札幌的朋友，其实也非常推荐我们吃这间汤咖喱。不喜欢太重口的汤咖喱的话，这间店非常适合你，因为它整体的汤头是非常清淡的，一个人吃完完全不会觉得腻。赞。
现在我们来到了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景点，那就是嗷嗷水族馆。这个水族馆它是位在 Mayuk Sapporo 这一栋商业设施里面。那这栋商场的2楼是大创的升级版品牌，3楼是大家最爱逛的 Loft， 然后呢，在4楼到6楼就是嗷嗷水族馆。嗷嗷水族馆最大的特色是它营业到晚上10点，所以如果你是想要在晚上的札幌找一点事情做，或者是你想要最有效的运用你在札幌的旅游时间，那都非常推荐你来嗷嗷水族馆哦。进去看看里面有哪些可爱的海洋生物吧。5楼一进来，这边的空间整个都设计的这样暗暗的，但是水族馆就好像在黑暗中发光一样，让大家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平常这些海洋生物。然后它每一个水族箱都设计得很像庭园造景一样，还可以坐在这个平台上静静的欣赏里面的景观。哇，这好大哦！这好像是最古老的海牛化石。这一区也是很漂亮哎，还有一个一个小小的水族箱，然后每一个水族箱旁边都会放一本书，让你在看了书之后再重新观察水族箱里面的生物，可能就会获得全新的角度哦。图书馆融入水族展示的概念，让参观者的好奇心自然被引导出来。不仅是好看的展示，更强调理解与体验的深度。这里的展示不是按照地理或物种单纯分类，而是使用日本特有的拟声词分类水生生物，让观察更直觉有趣。那我们现在5楼看完了，准备上6楼去看企鹅啦。好可爱哦！然后走进来一个叫做 Green Room 的房间，它最里面有小蓝企鹅。因为小蓝企鹅好像只有在晚上才会活动，5点以后就会变暗。好的，那以上就是嗷嗷水族馆，它是2023年才开幕的水族馆。虽然整体的空间不大，但它是属于小而美的都会型水族馆。再搭配它的声光效果，让整体的空间非常浪漫，也很有未来感。我自己是非常喜欢。那它6楼有一个咖啡厅，晚上会变成酒吧，而且里面是可以饮食用餐的，一边喝饮料一边看着水族馆的生物，超级浪漫的。那晚上它也会推出会发光的限定饮料跟周尾圣代。我觉得如果你晚上有来的话，很值得吃看看哦。那如果你是有带小孩的家庭，或者是情侣一起出游的话，都非常推荐嗷嗷水族馆给你哦。好，那我们逛完嗷嗷水族馆了。从 Mayuk Sapporo 走出来之后，直接就会抵达李小璐商店街。那这里当然就是汇聚了很多药妆店，那附近也有很多的百货商场可以选择，很适合安排在旅程的最后一站，一次买齐所有东西。那之后我们也会整理一支更详细的札幌市区购物攻略给大家哦。那这次的2天1夜札幌市区攻略就到这边啦。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或是有什么想和我们分享的，都欢迎在底下留言给我们哦。那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啦。拜拜。